当 NVIDIA 带着 Riva TNT 杀入战场，第一次在性能和画质两大关键维度上真正追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 3DFX， 确实让这位当时的图形巨头心头一紧。要知道，即便是 3DFX 在巫毒2之后紧急推出的首款 2D 3D 一体卡巫毒 Banshee， 也依然没能压制住 TNT 的锋芒。而它的后继型代号 Avenger， 如果纯论技术架构，甚至可能还不如 Riva TNT 来的先进。它本质上只是把巫毒 Banshee 的 2D 3D 单芯片设计和巫毒2的单周期双纹理能力做了个缝合，结果就是它完美继承了 3DFX 显卡在 3D 游戏下不支持32位色深，不支持超过 256×256 像素大尺寸纹理的短板，同时也缺乏 AGP 标准中至关重要的 AGP 纹理调用和总线主控特性。有趣的是，这块卡最初差点被命名为 Banshee 2，但最终它以巫毒3之名被世人所熟知。尽管技术上不占优，巫毒3还是凭借其较高的核心与显存频率、成熟且庞大的 Glide 游戏生态，以及当时堪称标杆的驱动优化，牢牢抓住了核心粉丝和一部分实用派玩家。即便 NVIDIA 在同年晚些时候推出了制程升级，彻底释放频率潜力，并加入 AGP 纹理调用支持的 Riva TNT 2，性能实现了巨大飞跃，但也仅仅是与巫毒3战成了平手，远未形成碾压。当时的局面非常有意思，你 NVIDIA 跟他 3DFX 谈性能，他跟你谈 Glide 游戏优化，你跟他强调自己在驱动上下了苦功，他反过来吐槽你的频率还是差点意思。你想用纸面参数压倒他，他又说你那出版驱动根本没法跟他历经千锤百炼的驱动相提并论。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后来的 NVIDIA 在驱动更新和优化上如此执着和精益求精了吧？因为他们早年面对的就是 3DFX 这样驱动优化强大如怪物的对手。不过即便是这样一款与巫毒3缠斗的 Riva TNT 2，在面对 ATI、Matrox 等其他厂商时，其游戏性能依然能保持领先地位。比如说前一年，也就是1998年年底，还能依靠更先进的制程，通过提频思路反超初代 TNT 的 Rage 128 Pro。在面对制程不太多后腿的 TNT 2同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要知道 Rage 128 Pro 系列其实直到1999年才大规模进入零售市场。至于 Matrox， 它推出的 G400 理论性能并不弱于 TNT 2标准版，其旗舰型号 G400 Max 在纸面上甚至比 TNT 2 Ultra 还要强，但最终 TNT 2系列在游戏性能上的全面领先，可说是促使 Matrox 此后越发专注于专业显卡市场的原因之一。即便后来有幻日这样的消费级产品，也更像是粉丝向的信仰之作，其市场影响力已无法与曾经的巫毒相提并论。然而真正终结巫毒王朝在 PC 显卡界的统治地位的，是 NVIDIA 在1999年10月11日投下的那枚真正核弹 GeForce 256。它首次将坐标转换与光照计算能力集成进显卡核心，首次将完整的 3D 图形处理流水线全部集中到一颗芯片内部，而256这个数字则象征着其拥有4条256位宽的渲染引擎流水线。这一切赋予了它前所未有的游戏性能和画质表现潜力。即便我手上这块只是 GeForce 256最早的 SDR 版本，受限于 SDR 显存带宽，而非冬天推出的性能更强的 DDR 版本，它依然能凭借这套跨时代的架构，如同秋分扫落叶般终结那些仍使用固定功能渲染流水线的老家伙们。尤其是那些都什么年代了，还只支持16位色和小纹理的巫毒卡。是的，巫毒卡。实测对比环节，我们请出了前面提到的几位老对手：NVIDIA Riva TNT 2 Pro、Matrox G400、ATI Rage 128 Pro Ultra GL， 以及我们高贵的超频至166兆赫兹以模拟3000型号的 3DFX 巫毒3 2000。我还会在800×600分辨率下为每个游戏单独进行32位色深的测试，
除了不支持此模式的巫度3只能遗憾缺席这部分对比之外，这也无疑是未来图形技术大势所趋的一种体现。测试平台依旧是老面孔，奔腾3 600加 G 加 GA 6BXE 主板加256兆 SD RAM， 搭配我们亲切蓝屏小王子 Windows 98 SE 操作系统。为什么不用更高频的 Coppermine 核心奔腾3？因为我们这次要还原的就是1999年 GeForce 256刚发布时的平台环境。首先是 3D Mark 的跑分，在 3D Mark 99 Max 中 GeForce 256 SDR 还能占据优势，但到了要求更高的 3D Mark 2000，它就直接跌到了倒数第二，这很可能就是其显存带宽瓶颈开始凸显所导致的。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2000版本中表现最好的反而是核心性能和显存带宽相对均衡的巫度3。游戏实测环节，雷神之锤3 1.11 版 800×600 高画质 16bit 色深，在这个设置下 3DFX 巫度3凭借游戏对 3DFX 显卡的专门优化以及还算不错的显存带宽，表现是最为出色的。但 GeForce 256硬是在显存带宽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做到帧率和流畅度与之相差无几。TNT2 Pro 的表现也还不错，只是略逊一筹。Matrix G400 紧随其后，还算可以。而 Ridge 128 Pro 尽管理论性能不弱于 G400， 但实际流畅度就差了一截，可见此时的 ATI 在游戏驱动优化和适配方面确实还有些吃力。32bit 色深，16位色下的王者巫度3呢？我之前发现它在雷神之锤3的32位色模式下，实际上是以16位色抖动到24位色的模式运行的，所以这里就不参与比较了，因为它硬件层面就不支持真32位色。于是表现最好的变成 NVIDIA 自家的老大哥 Riva TNT2 Pro， 这主要得益于其充裕的显存带宽和不错的理论性能。其次是拥有画质优势的 Matrix G400， 这得益于其不俗的显存带宽、理论性能以及对32位色深的良好支持。但 GeForce 256在这里就有点尴尬了，平均帧虽然也有30多帧，而最惨的显然是 Ridge 128 Pro， 它在显存带宽大于 GeForce 256、理论性能强于 Matrix G400 的前提下，实际表现却远弱于 GeForce 256，成了真正的吊车尾。虚幻竞技场 800×600 高画质 16bit 色深，这款游戏既是后期 Glide 优化代表作，也是较早支持硬件 TNL 和 DX7 的硬件杀手，当年与雷神之锤3齐名。但这一次 GeForce 256完全凌驾于巫度3和所有其他参测显卡之上， TNT2 Pro 则位列第3。这充分说明，在绝对先进的架构面前， 3DFX 曾经引以为傲的 Glide 优化也开始显得力不从心。32bit 色深，切换到32位色深后 GeForce 256依旧保持领先。由于巫度3不支持，第二名变成 TNT2 Pro， G400 紧随其后，垫底的依然是 Ridge 128 Pro。 尽管它的理论性能和显存带宽在参测卡中并不差，但表现却比 G400 还差不少，这口锅大概率要扣在糟糕的驱动优化上。卢恩 800×600 高画质 16bit 色深，这款基于 UT99 虚幻引擎的游戏同样继承了良好的 Glide 优化以及对硬件 TNL 和 DX7 的支持，但作为一款千禧年发布的拥有大地图的开放世界动作游戏，其材质和画面复杂度远高于虚幻竞技场。可能正是因为复杂度高，对显存压力大， SDR 版的 GeForce 256在这里只能排在第3位，第二名是显存带宽更好的 Riva TNT2 Pro。 巫度3则凭借显存带宽、理论性能以及 Glide 优化3重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表现最为出色。G400 则依靠其较好的显存带宽和理论性能，在这个压力较大的游戏中紧随其后。至于 Ridge 128 Pro， 只能说路边一条。32bit 色深，然而一旦切换到32位色深，局势瞬间逆转。GeForce 256以极大的优势甩开了所有对手。第二名是显存带宽充裕的 G400。TNT2 Pro 意外的落后于 G400 排在第3，而 Ridge 128 Pro 再次垫底。看来在这种真正考验未来图形技术的项目中， GeForce 256才是真正的王者。
极品飞车孤注一掷，800×600高画质，16倍的色深。这是参测游戏中最老的一款，虽然发布于1999年，但它不支持高级 OpenGL 和 DX7， 最高只支持到 Glide 和 DX6。由于早期极品飞车系列对 3DFX 优化极为偏袒，巫毒3在这里能够轻松地在画质全开、雾化和天气效果逼真的前提下，帧率依然远超其他所有显卡。GeForce 256紧随其后，与 TNT2 Pro 表现平分秋色。硬要区分的话， TNT2 Pro 的最高帧可能稍高，但 GeForce 256的帧生成更平滑，更不容易出现卡顿。这3张卡都支持在这个游戏中开启完整的雾化特效，雪山赛道的观感非常出色。但锐炬128 Pro 和 G400 的表现就相当糟糕了，帧率非常低，而且它们还无法开启完整的雾化特效。G400 在这里的表现甚至比锐炬128 Pro 还要不堪，可能是游戏对 Matrix 显卡的优化尤其不到位。32倍的色深，不过到了32倍色深下，局面又变了。TNT2 占据了榜首，这可能是得益于其充裕的显存带宽以及游戏对早期显卡的良好优化，而 GeForce 256的表现反而差了不少。当然，比起锐炬128 Pro 和 G400 这两个连特效都开不满的难兄难弟，它至少是既有速度又有效果。另外，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G400 在这款游戏中开启32倍色深确实没什么性能损失，因为它即便在16位色下表现就已经很差了，以及相比 G400， 锐炬128 Pro 在极品飞车4里的表现还算武德充沛，这情况属实有点让人意外。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或许对于那些 API 支持较旧未能充分利用新技术的游戏而言，作为 GeForce 系列先行试错版的 GeForce 256 SDR， 受限于严重的显存带宽瓶颈，其表现确实可能不如自家更成熟的 TNT2 Pro， 或者在16位色模式下不如对手的巫毒3，硬件 TNL 等新特性也难以发挥正面作用。但是只要是那些为硬件 TNL 特性进行过优化的游戏，即便游戏本身对显存带宽和显卡性能要求很高， GeForce 256 SDR 的表现也从来不会令人失望一点。最重要的是，在代表未来方向的32位色深下， GeForce 256 SDR 的表现始终可圈可点。反观巫毒3，则是完全无法以真正的32位色模式来运行游戏。顺带一提，我全部的测试都是未使用高频的后期通话奔腾3，这恰恰是为了照顾 GeForce 256 SDR 当年的实际使用环境。也正是在这种公平的复古平台上，我们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 GeForce 256 SDR 的真正威力。哪怕它对于后来的 GeForce 256 DDR 乃至于 GeForce 2系列来说，显得是那么的简陋。